人类发明丧尸解药，成功让75%的丧尸变回正常人。然而，这些人真能回归社会吗？并不能。躲得了病毒，却躲不了人心。在歧视偏见的裹挟下，新一轮的丧尸危机再度上演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丧尸电影第3波。6年前，丧尸病毒席卷整个欧洲，如今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一种能让丧尸变回正常人类的解药。然而治愈率只有 75%， 剩下的 25% 感染者由于体内产生了抗药性，因此解药对他们是无效的。被治愈的人会记得感染期间发生的一切，而这些残忍痛苦的回忆注定会成为他们难以忘记的梦魇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人性劣根的驱使下，康复的人并不被社会接受，甚至会遭到家人的排斥。他们必须从事政府安排的底层工作，并且每周都要回一趟治疗中心，好通过问询确保他们没有问题。眼下第3波也是最后一批治愈者即将重返社会，森安便是其中之一。幸运的是，森安的嫂子艾比愿意接纳他。离开治疗中心的这天，治愈者们面色凝重，途中情绪激动的人群拦在大巴前方，抗议治愈者返回社会。在这些人眼中，被丧尸病毒感染过的人即便治愈，也不再是正常人类，更不能消除他们曾经犯下的滔天大错。治愈者注定是社会的渣子。和好友康纳告别后，森安来到艾比家中，回到熟悉的地点，森安五味杂陈。夜深人静时，那些痛苦的回忆也悄然浮现。当年森安被尸变的康纳咬伤后失去理智，咬死了自己的哥哥。在治疗中心的这些年，森安一直心怀愧疚，但艾比似乎并不知情。另一边，康纳也已经到家，不过他并没有勇气敲门，而是在门前驻足。直到父亲走出房门，康纳才敢主动向前。他略带紧张地告诉父亲，自己已经痊愈，现在找了份清洁工的活。康纳请求父亲到律所为他美言几句，这样或许还能做回原来的律师工作。然而父亲的反应让康纳十分绝望，一看到儿子，老人就想起被他咬死的妻子。即便康纳已经是治愈者，但在父亲眼中，他依旧是那个嗜血如命的怪物。森安被政府安排在治疗中心工作，针对无法治愈的抗药者，科学家金发姐还在寻求医学上的突破，而森安的日常工作便是充当金发姐的助手。由于他身体里还残留着微量的丧尸病毒，所以不管抗药者有多彪悍，他们都会把森安当成同类，不会发动攻击。从金发姐口中得知，眼前这个抗药者正是他的女友。让金发姐担心的是，迟迟没有研发出新的解药，政府已经决定清除这批抗药者。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森安找到无家可归的康纳。聚集在这里的治愈者似乎都已经感受到社会的险恶。森安将抗药者不会攻击他们这一发现告诉给了康纳。就在这时，治疗中心的长官带人找到这里，原来所有治愈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他们的监管。发现康纳没有工作后，长官第一时间过来问责。虽然康纳以前是个律师，可如今在长官看来就是个渣子。一番羞辱后，康纳忍不住动手，结果却被对方狠狠揍了一顿。完事后，长官潇洒离去，森安却气得握紧双拳。长官羞辱康纳的每一句话，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森安和在场其他治愈者的心。都说丧尸恐怖，殊不知人心才更可怕。尽管森安的生活十分低调，但艾比收留他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接儿子小安放学时，之前的家长没少给艾比甩脸色，对此艾比只能默默忍受。原本森安并不知道，直到这天早上，他在门上看到了恶意的涂鸦，这才明白艾比母子的艰难处境。很快，金发姐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森安来到治疗室时，里面不断传来抗药者的嘶吼声。在他的帮助下，一名抗药者逃出房间，然而没跑多远，还是被士兵一枪送走。政府清理抗药者的消息一经公布，便引起第3波治愈者的注意。他们秘密集结，决定反抗，其中自然少不了满腹怨念的康纳。按照森安的个性，他并不想加入，但想到最近遭遇的事情，他开始犹豫。
康纳告诉他，这次纵火的地方是无人区，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。这么做只是对民众歧视治愈者的控诉。在康纳的鼓动下，森安最终还是加入了行动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行动竟造成一名士兵死亡。森安悔恨不已，杀死哥哥的痛苦回忆也在这时见缝插针。与森安的愧疚不同，康纳对这次的结果十分满意。怀着做大做强的想法，他继续鼓动其他治愈者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。听说昨晚的骚动，艾比告诉森安，希望他不要设身其中。森安并不打算伤人，因此答应了艾比。可是回归平常生活远比想象的艰难。这天，康纳突然登门，他似乎不想让森安退出，于是故意在艾比面前挑拨离间，问他：你能接受治愈者，哪怕对方是杀死你丈夫的人，你也会宽恕吗？艾比当下并没有理解康纳的暗示，表示丧尸只是不能控制自己，并不是真的想杀人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长官找到艾比做回访，他已经查出康纳是反抗者的小头目，怀疑森安一直和他都有联系，希望艾比有任何消息都能第一时间通知他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为了搞清楚康纳是不是有问题，艾比带着摄像机来到治愈之家，结果恰好看到康纳在开洗脑大会。他兴奋地说道，抗药者不会伤害他们这些治愈者，大家完全能利用这些丧尸去对抗军方。艾比赶紧拍下这一幕，不料被康纳发现，幸好艾比跑得快，才没有被对方抓到。金发姐这边，女友一直没有明显好转，甚至失控攻击她。崩溃之际，士兵赶到抓走了女友。当晚，康纳主动找上门，为了拯救女友，金发姐加入了康纳。另一边，森安正和小安在房间里玩游戏，艾比总觉得院子里有人，于是带着防身武器出门查看，结果被化了妆的森安吓了一大跳。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其他发现。就在艾比放松警惕时，意外发生了，2名不速之客闯入家中，打晕了森安。醒来后，他立即报警，但警察却说此类事件在有治愈者的家庭里见怪不怪。森安终于意识到，靠自己靠警察都无法保障家人的安全。艾比发现摄像机中的录像带不翼而飞后，瞬间明白昨晚的不法分子正是康纳派来的。可惜森安毫不知情，为了保护家人，他竟主动寻求康纳的帮助。看到金发姐出现在治愈之家，森安有些意外。得知康纳要用抗药者搞事情后，他更是一脸震惊。森安让金发姐不要冲动，但为了救女友，金发姐怎么也不肯回头。说话间，士兵突然出现，可森安宁愿被抓，都不愿意和康纳一起逃跑。而这一决定也让康纳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长官让森安混在反抗者中，充当军方眼线。尽管不认可康纳的行动，但森安还是不想出卖朋友。此时的他哪里知道，康纳转头就把他咬死哥哥的真相告诉了艾比，这让艾比崩溃不已。在说出事情经过后，森安便被艾比赶了出去。这件事让森安彻底看清了康纳的真面目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晚上，森安约康纳在郊外见面。在康纳看来，没有人对治愈者是真诚的，一旦他们知道真相，就再也不会接受治愈者，即便是亲人也不例外。康纳试图对森安洗脑，可惜失败了。两人僵持时，长官突然出现，原来这都是森安一手安排的。按理说2对1，康纳并无胜算。坏就坏在长官实在太狂妄，根本不把治愈者放在眼里。他丢出手铐，让康纳自己戴上。人能乖乖听话吗？当然不能。康纳抓住机会，成功把长官反杀。他将枪口对准森安，威胁他加入自己。森安视死如归，坚决不同意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警车的鸣笛声。纠结过后，康纳并没有伤害森安，而是独自消失在了夜色中。行动这天，有了金发姐的助攻，康纳的2个手下成功杀死治疗中心门卫。看着房间里的女友，金发姐连忙输入密码，打开了房门。很快，所有抗药者都获得了自由。他们冲出房间，发疯似的扑向警卫。奇怪的是，金发姐的女友却坐在床上，没有离开的意思。谁能想到，金发姐在她身上的实验竟然成功了？现在，女友已经成为治愈者。
就在金发姐惊喜不已时，一名抗药者扑过来，咬死了金发姐。这一波操作着实没想到啊！随着抗药者的集体出逃，小镇又一次爆发丧尸危机。军方沿路带走幸存者，艾比也在其中。可小安还在学校，他想跳车救人，却被士兵拦住。这时森安刚好出现，艾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。学校已经沦陷，好在小安没有出事，森安连忙带他离开。嗅到正常人类的气息，丧尸很快追了过来。危急关头，森安让小安赶紧找地方躲起来，自己则留下来和丧尸硬刚。可没想到康纳也在这时出现，见森安不愿投靠自己，他便起了杀心。康纳埋头狂揍森安，殊不知士兵发现了两人的行踪，误以为康纳是丧尸，士兵开枪射杀。看着昔日好友惨死，森安心情复杂，但他来不及多想了。附近传来小安的求救声，森安匆忙离开去救人。只见小安躲在车底，被两个丧尸盯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森安成功把他救了出来。夜幕降临，两人回到家中，艾比也因为放心不下孩子，逃离安全区，在家里默默等待。再次见到小安，母子俩相拥在一起。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，角落里突然窜出来的丧尸袭击了小安。尽管丧尸被森安解决，但小安还是被感染了。不想儿子变成丧尸，艾比想要开枪，不过森安并没有让他这么做。故事最后，军队和丧尸的对决仍然处于白热化阶段。森安抱着孩子来到远离人群的郊外，或许有朝一日他能找到治愈小安的解药。看多了丧尸片，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设定是清奇的。表面看是在描述丧尸的故事，实则瞄准了人性的缺陷。比起丧尸，人类之间的偏见、歧视才是最致命的。本片节奏缓慢，又处处充斥压抑不安。作为丧尸恐怖片，故事里的戏剧冲突和视觉冲击明显疲软，还是存在不少的进步空间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